喺香港犯罪史上，2004年嘅藍田童黨虐殺少女案，無疑係最令人震驚同困惑嘅案件之一。呢起案件唔單止因其殘酷性而震撼社會，更因為其背後隱藏嘅複雜社會現象同文化因素而值得深入探討。當我哋撥開表面嘅血腥同暴力，會發現呢個案件如同一面鏡子，反映出2004年香港社會嘅深層問題，從後沙士時代嘅社會焦慮，到根深蒂固嘅迷信文化，同邊緣青少年嘅身份認同危機，到傳統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嘅暴力控制。劉美英嘅死亡不僅僅係一個個體嘅悲劇，更係一個時代嘅縮影。佢嘅故事揭示咗香港社會喺急速現代化過程中被遺忘嘅角落，嗰啲喺光鮮亮麗嘅國際都市形象背後掙扎求存嘅邊緣群體。呢個案件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唔單止因為其殘酷性，更因為佢暴露咗現代都市生活中最原始同埋最黑暗嘅一面。要真正理解呢個案件，我哋必須將其置於更廣闊嘅社會文化脈絡中。2004年嘅香港正處於一個特殊嘅歷史時刻，沙士疫情嘅陰霾啱啱散去，經濟開始復甦，但社會嘅創傷同焦慮仍然深深烙印喺人們心中。政治上，基本法釋法爭議同雙普選被否決，引發咗大規模嘅7·1遊行，社會撕裂日益明顯。喺咁樣嘅背景下，一群處於社會邊緣嘅青少年喺迷信思想嘅驅使下，對一個同樣邊緣化嘅肥胖少女實施咗令人髮指嘅暴行。呢個案件嘅獨特之處在於佢唔係一個簡單嘅刑事案件，而係一個複雜嘅社會現象。從犯罪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呢個係一個典型嘅群體暴力案例，展現咗群體心理學中嘅去個性化、責任分散同埋從眾效應。從社會學嘅角度嚟睇，呢個反映咗香港社會嘅階層分化、教育制度嘅缺陷同埋社會支援系統嘅不足。從文化人類學嘅角度嚟睇，呢個揭示咗現代都市中傳統迷信文化嘅頑強生命力，同埋其喺特定情景下嘅破壞性力量。更令人深思嘅係，呢個案件中嘅鬼上身講法並非簡單嘅藉口，而係反映咗香港社會深層嘅文化心理結構。喺一個高度現代化嘅國際都市中，點解古老嘅迷信思想仍然能夠如此深刻咁影響年輕人嘅行為？呢種現象背後隱藏住點樣嘅社會心理機制？呢啲問題嘅答案或許能夠幫助我哋更好咁理解香港社會嘅複雜性同埋矛盾性。本文章從多個不為人知嘅角度嚟分析呢個案件，探討其背後嘅社會文化因素，以期為讀者提供一個更加全面同深入嘅理解。我哋將睇到呢個案件唔單止係一個犯罪故事，更係一個關於現代性、傳統文化、社會邊緣化同人性黑暗面嘅複雜敘事。後沙士時代嘅社會創傷與集體焦慮。2004年嘅香港正處於一個微妙而複雜嘅歷史節點。前一年嘅沙士疫情如同一場突如其來嘅災難，唔單止奪走咗299條生命，更喺香港社會嘅集體心理中留下咗深深嘅創傷。當藍田童黨案發生嘅時候，香港社會啱啱從呢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中走出，但其嘅影響遠未消散。沙士疫情對香港社會嘅衝擊係全方位嘅。經濟上，香港經歷咗自亞洲金融風暴以嚟最嚴重嘅衰退，失業率一度飆升至8.7%嘅歷史高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嘅信任關係受到嚴重衝擊，口罩成為咗人際疏離嘅象徵。心理上，死亡嘅陰影籠罩住整個城市，人們對未知嘅恐懼同埋對政府嘅不信任達到咗前所未有嘅程度。喺咁嘅背景下，2004年嘅香港呈現出一種矛盾嘅狀態。一方面，經濟數據顯示復甦嘅跡象，失業率下降至6.5%， GDP 增長8.1%，通縮終於結束㗎。另一方面，社會嘅深層焦慮同埋創傷並未愈合，反而喺政治爭議嘅催化下進一步發酵。
4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雙普選嘅決定引發咗香港社會新一輪嘅政治爭議。7月1日嘅遊行再次聚集咗數十萬人，顯示出社會嘅深層不滿同撕裂。對於處於社會邊緣嘅青少年群體嚟講呢種社會氛圍嘅影響更加深刻。佢哋既係沙士疫情嘅受害者，亦都係經濟衰退嘅犧牲品教育機會嘅減少、就業前景嘅黯淡、家庭關係嘅緊張，都讓呢啲年輕人感到前所未有嘅迷茫同埋絕望。喺呢種情況下，同黨成為咗佢哋尋求歸屬感同埋身份認同嘅重要途徑。更重要嘅係，沙士疫情強化咗香港社會對污染同埋潔淨嘅焦慮。喺疫情期間，任何被認為可能攜帶病毒嘅人都會遭到排斥同埋歧視。呢種對蓋者嘅恐懼同排斥心理喺疫情結束之後並未完全消失，而係轉化為對其他形式污染嘅焦慮。劉美英作為一個肥胖嘅失業嘅來自底層家庭嘅少女好容易成為呢種集體焦慮嘅替罪羊。從呢個角度嚟睇，藍田同黨案唔單止係一個孤立嘅犯罪事件，而係後沙士時代香港社會集體創傷嘅一次爆發。同黨成員對劉美英嘅暴力行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扭曲嘅淨化儀式，通過對改者嘅暴力嚟緩解自身嘅焦慮同埋恐懼。呢種心理機制喺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但喺現代都市社會中以如此極端嘅形式出現，仍然令人震驚。此外，2004年香港嘅媒體環境亦都為呢種暴力行為提供咗某種文化土壤。商業電台風靡事件反映出媒體自由受到嘅壓力，而主流媒體對社會問題嘅報導往往流於表面，缺乏深度嘅社會分析。喺呢種情況之下，年輕人更容易受到流行文化中暴力元素嘅影響，而缺乏正確嘅價值觀引導。值得注意嘅係，2004年亦都係香港古惑仔文化達到頂峰嘅時期。呢一系列電影唔單止喺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更喺青少年群體中產生咗深遠嘅文化影響。電影中對同黨生活嘅浪漫化描述，對暴力嘅美化，以及對兄弟情義嘅強調，都喺一定程度上影響咗年輕人嘅價值觀同行為模式。藍田作為古惑仔系列嘅重要拍攝地，更係成為咗同黨文化嘅象徵性空間。喺咁嘅社會背景底下藍田同黨案嘅發生並非偶然佢係多種社會因素交互作用嘅結果。後沙士時代嘅集體創傷、經濟復甦過程中嘅社會不平等、政治爭議引發嘅社會撕裂、媒體環境嘅變化、流行文化嘅影響，以及傳統社會支援系統嘅失效，呢一啲因素共同營造咗一個有利於極端暴力行為發生嘅社會環境。現代都市中嘅古老迷信、鬼上身現象嘅文化解讀，喺藍田同黨虐殺少女案中最令人困惑同震驚嘅元素之一就係犯罪動機中嘅鬼上身講法。根據案件記錄，同黨成員聲稱劉美英被鬼上身，表現出異常嘅行為，因此需要進行驅邪。呢種看似荒誕嘅講法，實際上揭示咗香港社會深層嘅文化心理結構，以及傳統迷信思想喺現代都市中嘅頑強生命力。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嘅國際都市，同時亦都係東西方文化交匯嘅地方，呈現出一種獨特嘅文化現象。現代理性係同傳統迷信並存，呢種並存唔係簡單嘅共存，而係一種複雜嘅文化融合同埋心理機制。喺日常生活中，香港人可能一邊使用最先進嘅科技產品，一邊虔誠咁相信風水命理，一邊喺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理性投資，一邊根據農曆選擇結婚吉日。呢種文化現象嘅根源可以追溯到香港嘅殖民歷史同埋移民社會特性。喺英國殖民統治嘅150幾年之中，香港吸收咗西方嘅科學理性思維，但同時亦保持咗中國傳統文化嘅核心元素。對於大量嚟自內地嘅移民嚟講傳統嘅宗教信仰同迷信觀念係佢哋喺異鄉維持文化認同嘅重要方式。呢啲觀念喺家庭同埋社區中代代相傳形成咗香港社會獨特嘅文化基因。
鬼上身或附身現象喺香港嘅民間信仰中有住深厚嘅根基。根據傳統嘅觀念咧，當一個人嘅精神狀態不穩定啦，身體虛弱或者遭遇重大變故嘅時候，容易被遊魂野鬼附身，表現出異常嘅行為同埋性格變化。呢種觀念咧，不僅存在於老一輩人中，亦都喺年輕一代中有住相當嘅影響力。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鬼上身現象往往同解離性身份障礙、精神分裂症、癔症等心理疾病有關。但係喺缺乏心理健康知識嘅社群裏邊，人們更加傾向於用超自然嘅解釋嚟理解呢啲現象。呢種解釋唔單止提供咗一種理解異常行為嘅框架，亦都為處理呢啲問題提供咗文化上可接受嘅方式。喺藍田同黨案裏邊，鬼上身講法嘅出現並非偶然。首先，劉美英作為一個處於社會邊緣嘅肥胖少女，本身就容易被視為異常嘅存在。喺傳統觀念中，肥胖往往被視為不潔同不祥嘅象徵，容易招致邪靈附身。其次，劉美英喺案發前嘅一啲行為變化，如情緒不穩定、行為異常等，為鬼上身嘅說法提供咗表面嘅證據。更重要嘅係，鬼上身講法為同黨成員嘅暴力行為提供咗一種文化上嘅合理化機制。喺傳統觀念中，驅邪係一種正義嘅行為，係為咗拯救被附身者同保護社群嘅安全。通過將劉美英標籤為被鬼附身，同黨成員將自己嘅暴力行為包裝成一種宗教儀式，從而減輕咗心理上嘅負罪感。呢種合理化機制喺群體心理學中被稱為道德脫離 （moral disengagement）。當個體或群體需要進行道德上有問題嘅行為時，佢哋會尋找各種理由嚟證明呢種行為嘅正當性。喺藍田同黨案中，驅邪嘅宗教框架為暴力行為提供咗道德上嘅掩護，讓參與者能夠喺心理上接受自己嘅行為。值得注意嘅係咧，香港社會對迷信文化嘅態度係矛盾嘅。一方面，作為一個現代化嘅國際都市，香港社會表面上推崇科學理性，對迷信行為持批判態度。另一方面咧，迷信文化喺香港社會入邊咧有住深厚嘅根基同埋廣泛嘅影響力，甚至咧滲透到商業、政治等各個領域。呢種矛盾嘅態度咧，導致咗迷信文化嘅地下化同埋邊緣化，但並未消除佢影響力。喺青少年群體中咧，呢一種矛盾更加明顯。一方面，佢哋接受現代教育，具備一定嘅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佢哋喺家庭同埋社區環境中接觸到大量嘅迷信觀念。當面臨壓力同埋困惑嘅時候，呢啲年輕人往往會回歸到更原始同埋直觀嘅解釋框架。而迷信觀念正好提供咗咁樣嘅框架。此外，現代媒體同埋流行文化亦都喺一定程度上強化咗迷信觀念嘅影響力。大量嘅恐怖電影、靈異節目同埋網絡傳說都喺不斷咁強化住超自然現象嘅真實性。對於缺乏批判思維能力嘅年輕人嚟講咧，呢啲文化產品往往比科學教育更具說服力。從社會學嘅角度嚟睇迷信文化喺現代社會中嘅持續存在啦，反映咗現代化過程中嘅一啲深層問題快速嘅社會變遷、傳統價值觀嘅崩塌、個體嘅孤獨同焦慮，都讓啲人渴望尋找某種超越性嘅力量嚟解釋同埋控制自己嘅命運。喺呢種情況之下咧，迷信文化提供咗一種心理慰藉同埋控制感嘅幻覺。喺藍田同黨案中鬼上身講法嘅出現實際上反映咗參與者內心深處嘅恐懼同埋焦慮。佢哋害怕失控，害怕未知，害怕承擔責任。通過將責任推俾超自然嘅力量，佢哋試圖逃避現實嘅壓力同埋道德嘅譴責。呢種心理機制喺極端情況下可能導致災難性嘅後果，正如我哋喺呢個案件中所睇到嘅身體嘅政治、肥胖歧視與社會暴力嘅交織。劉美英嘅悲劇唔僅僅係一個犯罪案件，更係一個關於身體政治同社會歧視嘅深刻預言。佢嘅220磅體重唔僅僅係一個生理特徵，更係一個社會標籤，一個被用嚟合理化暴力同埋排斥嘅符號。要理解呢個案件嘅深層含義，
我哋必須審視香港社會對肥胖身體嘅態度，以及呢種態度如何同性別、階級同權力關係交織埋一齊。喺當代社會中，身體唔僅僅係個人嘅私有財產，更係社會權力關係嘅載體同埋表達方式。瘦身文化嘅興起，將苗條嘅身材塑造為道德優越性同自我控制能力嘅象徵，而肥胖則被視為懶惰、缺乏意志力同道德缺陷嘅表現。呢種身體等級制度唔係自然形成嘅，而係通過媒體、廣告、醫學話語同社會規範不斷建構同埋強化嘅。喺2004年嘅香港，瘦身文化正達到一個新嘅高峰。鄭欣宜嘅成功減肥成為媒體熱點，各種減肥產品同服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瘦即係美嘅觀念深入人心。喺咁嘅文化氛圍中，劉美英嘅肥胖身體成為咗一種失敗嘅象徵，一個需要被修正或懲罰嘅存在。更重要嘅係，肥胖歧視往往同其他形式嘅社會歧視交織埋一齊，形成多重嘅壓迫結構。作為一個嚟自底層家庭嘅失業女性，劉美英同時承受住階級、性別同身體形象嘅多重歧視。佢嘅肥胖身體唔單止被視為個人嘅失敗，更被視為整個社會階層嘅象徵性表達。喺同黨成員嘅眼中，佢代表咗佢哋所厭惡同埋恐懼嘅一切：貧窮、失敗、缺乏控制力。從性別嘅角度嚟睇，社會對女性嘅身體嘅要求更加嚴苛。女性嘅價值往往被簡化為外貌同埋身材，而肥胖女性則被視為違背咗女性氣質嘅基本要求。喺父權社會嘅邏輯中，女性嘅身體係為咗取悅男性而存在嘅。肥胖女性因為無法滿足呢一種期待而被邊緣化同污名化。劉美英作為一個肥胖嘅年輕女性，不僅冇法獲得社會嘅認可，反而成為咗暴力同羞辱嘅目標。案件中嘅性暴力元素進一步揭示咗身體政治嘅複雜性啦。同黨成員對劉美英嘅性侵犯不僅僅係生理上嘅暴力，更係一種象徵性嘅權力展示。通過對佢身體嘅控制同羞辱，佢哋試圖確立自己嘅男性權威同社會地位。呢種暴力行為反映咗深層嘅性別權力關係，以及社會對女性身體嘅物化同工具化。值得注意嘅係，劉美英本人對自己身體嘅態度，亦都反映咗社會壓力嘅內化。根據案件記錄，佢喺案發前開始積極減肥，顯示出對社會美學標準嘅認同同埋對自己身體嘅不滿。呢種自我否定嘅態度可能比佢更容易成為暴力嘅受害者，因為佢已經喺心理上接受咗社會對佢身體嘅負面評價。從醫學、人類學嘅角度嚟睇，肥胖喺唔同文化中有住唔同嘅含義同埋價值。喺一啲傳統社會入邊，肥胖被視為健康、富裕同埋生育能力嘅象徵；而喺現代西方文化中，佢則被病理化同埋污名化。香港作為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嘅地方，呈現出複雜嘅身體觀念。傳統嘅中醫理論強調身體嘅平衡同和諧，而現代嘅生物醫學則將肥胖視為一種疾病。呢種文化衝突可能加劇咗肥胖人士嘅心理壓力同埋社會困境。更深層次咁話，對肥胖身體嘅暴力反映咗現代社會對正常性嘅強迫性追求。喺一個高度標準化同規範化嘅社會中，任何偏離常態嘅存在都可能成為暴力嘅目標。肥胖身體因為其可見性同埋異常性，特別容易成為呢種暴力嘅焦點。呢種現象不僅存在於極端嘅犯罪案件中，亦體現喺日常嘅歧視、排斥同埋微侵犯中。從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對肥胖身體嘅厭惡同暴力往往源於深層嘅焦慮同恐懼。肥胖身體提醒人們身體嘅脆弱性同不可控性，挑戰咗現代社會對自我控制同理性管理嘅信念。通過對肥胖身體嘅攻擊同埋排斥，啲人試圖維護自己對身體同命運嘅控制感。喺藍田同黨案中，劉美英嘅肥胖身體成為咗多重社會焦慮嘅投射對象。同黨成員通過對佢嘅暴力，試圖驅逐自己內心嘅恐懼同不安。
佢嘅身體成為咗一個象徵性嘅戰場啦，各種社會矛盾同心理衝突喺呢度激烈碰撞啦。呢個案件亦都揭示咗社會支援系統對邊緣群體嘅忽視。儘管劉美英積極參與義工活動，展現出善良同助人嘅品格，但係佢嘅肥胖身體仍然讓佢無法獲得應有嘅社會認可同保護。呢一種現象反映咗社會價值觀嘅扭曲。外貌同身材被置於品格同能力之上，導致咗對人嘅價值嘅錯誤評估。從法律同埋政策嘅角度嚟睇咧，呢個案件亦都暴露咗反歧視法律嘅不足。雖然香港有相關嘅反歧視法律，但對於基於身體形象嘅歧視同埋暴力，法律保護仍然有限。呢一種法律空白，唔單止無法保護好似劉美英咁樣嘅受害者，亦無法有效咁教育公眾同埋改變社會態度。邊緣青少年嘅部落儀式同黨文化嘅深層解釋，藍田同黨虐殺少女案嘅另一個關鍵維度咧，係對香港同黨文化嘅深入理解。呢個案件咧就唔單止係幾個青少年嘅犯罪行為，更係一個複雜嘅群體現象，反映咗邊緣青少年喺尋求身份認同同歸屬感過程中嘅扭曲表達。要理解呢種暴力嘅根源我哋必須深入探討同黨文化嘅內在邏輯同埋心理機制。同黨文化喺香港有住悠久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嘅社會動盪時期。隨住大量內地移民湧入，社會資源緊張，教育機會有限，好多青少年被排斥喺主流社會之外，形成咗自己嘅亞文化群體。呢啲群體通過特殊嘅儀式、符號同埋行為規範嚟建立內部嘅凝聚力同埋對外嘅區別性。喺2004年嘅香港，同黨文化受到咗多重因素嘅影響。首先係古惑仔電影系列嘅巨大成功，呢啲電影將同黨生活浪漫化同英雄化，塑造咗一種江湖義氣嘅文化想像。電影中嘅暴力被包裝成男性氣概嘅表達，兄弟情義被描繪為最高嘅道德準則。對於缺乏其他身份認同來源嘅邊緣青少年嚟講，呢種文化想像具有強大嘅吸引力。其次係香港社會嘅急速變遷同傳統價值觀嘅崩塌。喺全球化同現代化嘅衝擊下，傳統嘅家庭結構、社區關係同道德體系都受到咗嚴重嘅挑戰。好多青少年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價值真空嘅狀態，既無法融入主流社會，亦無法從傳統文化中獲得指導。喺呢種情況下，同黨提供咗一種替代性嘅價值體系同埋歸屬感。從人類學嘅角度嚟睇，同黨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現代部落，佢有自己嘅領土，如藍田村等級制度、儀式傳統同埋道德規範。成員之間通過共同嘅經歷、符號同埋語言，建立起強烈嘅群體認同。呢種認同不僅提供咗心理上嘅安全感，亦都為個體喺複雜嘅都市環境中定位自己提供咗框架。喺藍田同黨案中我哋可以睇到典型嘅群體心理學現象。首先係去個性化 （de-individuation）。當個體融入群體嘅時候，佢哋嘅個人身份同道德約束會被削弱，更容易做出平時唔會做嘅極端行為。喺群體嘅掩護下，個體嘅責任感被分散，道德底線被降低。其次係從眾效應 （conformity）， 群體成員會傾向於順應群體嘅期待同埋壓力，即使呢種期待係唔合理或者有害嘅。喺同黨文化中，暴力往往被視為勇氣同忠誠嘅表現，拒絕參與暴力可能被視為懦弱或者背叛。呢種群體壓力讓個體好難抵抗集體嘅暴力衝動。第三係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 群體討論往往會強化原有嘅傾向，俾溫和嘅觀點變得極端。喺同黨嘅內部討論中，對劉美英嘅負面睇法可能被不斷放大同強化，最終導致咗極端嘅暴力行為。值得注意嘅係，同黨文化中嘅暴力往往具有儀式性嘅特徵，佢唔僅僅係為咗達到某種實用目的，更係為咗確立群體嘅身份同埋界限。
通過共同參與暴力行為，群體成員建立起一種血腥嘅兄弟情誼，同時亦都將自己同主流社會明確地區分開嚟。喺藍田同黨案中，對劉美英嘅暴力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扭曲嘅成年禮。通過參與呢一種極端嘅暴力行為，同黨成員試圖證明自己嘅勇氣同忠誠獲得群體嘅認可同地位。呢種行為嘅象徵意義往往比實際意義更重要。佢係一種身份確認同埋群體凝聚嘅方式。從性別嘅角度嚟睇，同黨文化往往係高度男性化嘅。暴力被視為男性氣概嘅核心表達，而對女性嘅控制同羞辱則被視為男性權力嘅象徵。喺呢種文化中，女性往往被物化為男性競爭同展示嘅對象。劉美英作為一個邊緣化嘅女性，更容易成為呢種男性暴力嘅目標。同黨文化嘅另一個重要特徵係對權威嘅反叛同埋對規則嘅蔑視。呢種反叛唔單止針對法律同埋社會規範，亦都針對傳統嘅道德同埋宗教約束。喺呢種文化中，傳統嘅善惡觀念被顛覆，暴力同埋犯罪被重新定義為勇氣同自由嘅表達。然而，呢種反叛往往係表面嘅同埋矛盾嘅。同黨成員喺反叛主流社會規範嘅同時，卻建立咗更加嚴格同專制嘅內部規範。佢哋喺追求自由嘅名義下咧，實際上創造咗一個更加壓抑同暴力嘅環境。呢種矛盾反映咗邊緣青少年內心深處嘅困惑同矛盾。從社會學嘅角度嚟睇，同黨文化係社會不平等同排斥嘅產物。當主流社會冇辦法為所有青少年提供平等嘅機會同認可嘅時候，被排斥嘅群體就會創造自己嘅亞文化嚟滿足基本嘅心理需求。呢一種亞文化咧，雖然可能係有害嘅，但係佢反映咗人類對歸屬感同埋身份認同嘅基本需求。喺藍田同黨案裏邊，我哋睇到嘅唔僅僅係個體嘅道德失敗，更係社會制度嘅系統性失敗。教育制度嘅精英化、就業機會嘅不平等、社會支援系統嘅不足，都為同黨文化嘅滋生提供咗土壤。呢啲青少年嘅暴力行為喺某種程度上係對社會排斥同忽視嘅極端回應。空間嘅記憶，藍田區嘅地理政治與象徵意義。藍田呢個位於香港東九龍嘅公共屋邨不僅僅係一個地理位置，更係一個充滿象徵意義嘅社會空間。要理解藍田同黨虐殺少女案，我哋必須深入探討呢個地方嘅歷史、文化同埋社會意義，以及佢點樣塑造咗居住喺呢度嘅人們嘅身份認同同埋行為模式。藍田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佢被稱為鹹田徙置區，主要用於安置災民同埋舊區拆遷戶。呢個名稱本身就揭示咗佢嘅邊緣性質，佢係一個徙置嘅地方，一個臨時嘅過渡性嘅空間。居住喺呢度嘅人們往往係社會嘅邊緣群體啦。佢哋被從原來嘅社區中徙置到呢個新嘅環境中失去咗原有嘅社會網絡同埋文化根基。喺香港嘅都市發展史中藍田代表咗一種特殊嘅空間類型——公共屋邨。呢啲由政府興建嘅住宅區，雖然解決咗大量低收入家庭嘅住房問題，但亦都創造咗一種新嘅社會分層同空間隔離。公共屋邨嘅居民往往被標籤為公屋仔，承受住來自主流社會嘅歧視同埋偏見。從建築同規劃嘅角度嚟睇，藍田邨體現咗1960到70年代香港公共住房嘅典型特徵：高密度、標準化、功能主義。呢種設計雖然有效咁利用咗有限嘅土地資源，但亦創造咗一種壓抑同埋單調嘅生活環境。狹窄嘅空間、缺乏私隱、噪音污染等問題，都對居民嘅心理健康產生咗負面影響。更重要嘅係，藍田邨嘅空間設計反映咗一種特定嘅社會控制邏輯。政府通過將低收入群體集中喺特定嘅區域，既解決咗住房問題，亦都實現咗對呢啲群體嘅管理同埋監控。呢種空間安排雖然表面上係出於實用考慮，但實際上強化咗社會嘅階層分化同埋空間隔離。喺1980年代，藍田區開始同黨文化產生密切嘅聯繫。由於居住密度高、
青少年人口眾多，就業機會有限，呢度成為咗同黨活動嘅重要據點。藍田飛仔咧，成為咗香港同黨文化嘅一個重要符號，代表咗一種特定嘅青少年亞文化。古惑仔電影系列嘅成功咧，進一步強化咗藍田與同黨文化嘅聯繫。電影中多次以藍田為背景，將呢個地方塑造為江湖世界嘅重要舞台。呢種文化表達雖然帶嚟咗某種知名度，但亦都加深咗社會對藍田嘅刻板印象，將其同暴力、犯罪同社會問題聯繫埋一齊。從空間社會學嘅角度嚟睇，藍田代表咗一種被污名化嘅空間 （stigmatized space）。居住喺呢度嘅人們不僅要面對經濟上嘅困難，仲要承受來自空間標籤嘅心理壓力。呢種空間污名化會影響居民嘅自我認知同社會互動，甚至可能成為自我實現預言嘅一部分。喺藍田同黨案中咧，空間因素發揮咗重要作用嘅。案發地點選擇喺相對隔離嘅樓梯間，反映咗犯罪者對空間嘅熟悉同埋利用。佢哋知道喺咁嘅空間之中，暴力行為唔容易被發現同埋制止。呢種對空間嘅利用體現咗同黨成員對自己領土嘅深度了解。更深層次咁話啦，藍田嘅空間特徵可能影響咗居民嘅心理狀態同埋行為模式。擁擠嘅居住環境、缺乏私人空間、噪音同污染等問題都可能增加居民嘅壓力同埋攻擊性。環境心理學研究表明，物理環境嘅質量同居民嘅心理健康同社會行為有密切關係。從文化地理學嘅角度嚟睇，藍田不僅僅係一個物理空間，更加係一個文化空間同象徵空間。佢承載住特定嘅記憶、情感同意義，塑造住居住喺呢一度嘅人們嘅身份認同。對於同黨成員嚟講，藍田不僅係佢哋嘅居住地，更係佢哋嘅江湖，係佢哋建立威望同展示力量嘅舞台。值得注意嘅係，藍田嘅空間意義係多層次同矛盾嘅。一方面，佢被主流社會視為問題區域，同貧窮、暴力同犯罪聯繫埋一齊。另一方面，對於居住喺呢一度嘅人們嚟講，佢亦都係家園，係佢哋建立社會關係同文化認同嘅地方。呢種矛盾嘅空間意義反映咗香港社會嘅複雜性同分化。從政治經濟學嘅角度嚟睇，藍田嘅問題唔單止係空間規劃嘅問題，更係社會不平等同埋資源分配嘅問題。政府雖然提供咗住房，但係喺教育、就業、文化設施等方面嘅投入相對不足，導致咗呢啲地區嘅邊緣化同問題化。喺全球化嘅背景底下，藍田咁樣嘅公共屋邨面臨住新嘅挑戰，經濟結構嘅轉變、製造業嘅衰落、服務業嘅興起，都對呢啲地區嘅居民產生咗深遠影響。好多傳統嘅就業機會消失咗，而新嘅就業機會往往要求更高嘅教育水平同埋技能啊，咁讓好多公屋居民感到被時代拋棄。藍田同黨案嘅發生喺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呢種空間邊緣化同社會排斥嘅極端表達。當一個地方被持續咁污名化同邊緣化時，居住喺呢度嘅人們可能會內化呢種負面標籤，甚至通過極端行為嚟證實社會嘅偏見。呢個係一種悲劇性嘅自我實現預言。然而，我哋亦都必須認識到，空間本身並唔決定人嘅行為。同樣居住喺藍田嘅大多數人都係守法嘅良民，佢哋通過自己嘅努力改善生活條件，為社會做出貢獻。問題唔在於空間本身，而在於社會如何對待呢啲空間同埋居住喺其中嘅人們。媒體嘅刑事新聞報導中嘅道德恐慌與社會建構。藍田同黨虐殺少女案唔單止係一個犯罪事件，更係一個媒體事件啊！從案件發生到審判結束，媒體嘅報導方式深刻咁影響咗公眾對呢一個案件嘅理解同埋記憶。通過分析媒體嘅報導策略同話語建構，我哋可以睇到社會如何通過媒體嚟處理同消化呢種極端嘅暴力事件。喺案件發生嘅初期啦，香港媒體表現出咗典型嘅道德恐慌 （moral panic） 嘅反應。呢個概念由社會學家斯坦利·科恩 （Stanley Cohen） 提出，指嘅係社會對某種被認為威脅社會秩序嘅行為或群體嘅過度反應。
喺藍田同黨案中啊，媒體通過聳人聽聞嘅標題、詳細嘅暴力描述同道德化嘅評論，將呢個案件塑造為一個關於青少年道德淪喪同埋社會秩序崩壞嘅象徵性事件。媒體報道嘅一個顯著特徵咧，係對暴力細節嘅過度關注。報紙同電視新聞詳細描述咗劉美英遭受嘅各種酷刑同羞辱。呢種描述雖然滿足咗公眾嘅獵奇心理，但亦可能產生二次傷害嘅效果。更重要嘅係，呢種對暴力嘅詳細描述咧，可能會產生模仿效應，為其他潛在嘅犯罪者提供靈感。另一個值得注意嘅現象咧，係媒體對鬼上身講法嘅處理啦。大部分主流媒體雖然報導咗呢種說法啦，但都以一種懷疑同批判嘅態度嚟處理，將其視為犯罪者嘅藉口同迷信思想嘅表現。呢種報導方式反映咗媒體嘅現代理性立場，但係亦都可能忽視咗呢種講法背後嘅文化同心理意義。從性別嘅角度嚟睇啊，媒體對劉美英嘅描述咧，亦都值得深入分析㗎。報導咧，往往強調佢嘅肥胖、失業同埋社會邊緣地位。呢種描述咧，雖然係事實，但係亦都可能強化咗對肥胖女性嘅刻板印象同埋歧視。同時，媒體對佢積極參與義工活動嘅報導相對較少。呢種選擇性嘅報導可能影響咗公眾對受害者嘅完整理解。媒體對同黨成員嘅描述咧，亦都反映咗特定嘅社會偏見嘅。報道往往強調佢哋嘅低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同埋居住環境，將犯罪行為歸因於呢啲社會因素。雖然呢種分析有一定嘅合理性，但亦都可能強化咗對公共屋邨居民同低收入家庭嘅偏見。值得注意嘅係，媒體報道中嘅專家聲音主要嚟自法律、心理學同社會工作領域，而缺乏人類學、社會學同埋文化研究嘅視角。呢種專家選擇反映咗媒體對科學同埋專業知識嘅偏好，但亦可能限制咗對案件嘅多元化理解。從媒體效應嘅角度嚟睇，呢個案件嘅報導產生咗多重嘅社會影響。首先係對同黨問題嘅關注度大幅提升，政府同社會組織開始加大對青少年服務嘅投入。其次係對公共屋邨安全嘅擔憂增加，一啲居民開始要求加強保安措施。第三係對迷信文化嘅反思同批判，教育界開始強調科學思維嘅重要性。然而，媒體報導亦都可能產生一啲負面效應，對暴力細節嘅過度關注可能會產生暴力色情化嘅效果，讓暴力成為一種娛樂消費品。對同黨文化嘅妖魔化可能會加深社會對邊緣青少年嘅偏見同埋排斥，對公共屋邨嘅負面報導可能會強化空間污名化，影響居民嘅自我認知同埋社會機會。從國際比較嘅角度嚟睇咧，香港媒體對呢個案件嘅報導方式同其他地區嘅類似案件有相似之處，但係亦都有其特殊性。相似之處在於對暴力細節嘅關注、對犯罪者背景嘅分析同埋對社會問題嘅反思；特殊之處在於對迷信文化嘅處理、對空間因素嘅強調同埋對東西方文化衝突嘅探討。值得深思嘅係，媒體報導唔僅僅係對事實嘅記錄，更係對現實嘅建構。通過選擇特定嘅角度，強調特定嘅因素，使用特定嘅語言，媒體實際上參與咗對呢個案件意義嘅創造同埋傳播。呢一種建構過程唔係中性嘅，而係受到媒體嘅商業利益、意識形態立場同埋文化偏見嘅影響。喺數位媒體時代，呢種建構過程變得更加複雜同埋多元。網路論壇、社交媒體同埋個人博客為公眾提供咗更多嘅發聲渠道，但亦都可能導致信息嘅碎片化同埋極化。喺藍田同黨案中咧，網路上出現咗各種唔同嘅解讀同埋評論，從理性嘅分析到情緒化嘅謾罵，從專業嘅討論到陰謀論嘅傳播。呢種多元化嘅媒體環境雖然提供咗更多嘅視覺同埋聲音，但係亦對公眾嘅媒體素養提出咗更高嘅要求。點樣喺海量嘅信息中辨別真偽？點樣理性咁分析複雜嘅社會問題？點樣避免被情緒化嘅報導所誤導？呢啲都成為咗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嘅技能。從長遠嚟睇，
藍田同黨案嘅媒體報導對香港社會產生咗深遠嘅影響。佢唔單止改變咗公眾對同黨問題嘅認知，亦都影響咗政府嘅政策制定同社會嘅價值觀念。呢個案件成為咗香港犯罪史上嘅一個重要節點，其影響至今仍然喺度持續。結語：現代性嘅陰影與人性嘅複雜。當我哋回顧藍田同黨虐殺少女案呢個震撼香港社會嘅悲劇時，我哋睇到嘅唔僅僅係一個犯罪故事，更係一面反映現代都市社會複雜性同矛盾性嘅鏡子。呢個案件如同一個多棱鏡，從唔同嘅角度折射出香港社會喺21世紀初所面臨嘅各種挑戰同困境。劉美英嘅死亡提醒我哋喺光鮮亮麗嘅國際都市形象背後，仍然存在住被遺忘同邊緣化嘅群體。佢嘅悲劇唔單止係個人嘅不幸，更係社會制度失效同文化偏見嘅產物。作為一個肥胖嘅、失業嘅、嚟自底層家庭嘅年輕女性，佢承受住多重嘅社會壓力同埋歧視，最終成為咗極端暴力嘅犧牲品。呢個案件揭示咗現代化過程中嘅一個深刻悖論：科技嘅進步同經濟嘅發展並唔能夠自動帶嚟社會嘅和諧同人性嘅提升。喺高度現代化嘅香港，古老嘅迷信思想仍然能夠驅動年輕人實施極端嘅暴力行為。呢種現象提醒我哋，現代性並唔係一個線性嘅進步過程，而係一個充滿矛盾同回歸嘅複雜歷程。從社會學嘅角度嚟睇，呢個案件反映咗香港社會喺全球化時代所面臨嘅身份認同危機，傳統嘅價值觀念受到衝擊，新嘅價值體系尚未建立，好多人特別係年輕人陷入咗價值真空嘅狀態。喺呢種情況下，極端嘅意識形態同行為模式可能會填補呢個真空，產生災難性嘅後果。同黨文化嘅興起同埋暴力化，可以被理解為邊緣青少年對社會排斥嘅極端回應。當主流社會無法為所有年輕人提供平等嘅機會同埋認可時，被排斥嘅群體就會創造自己嘅亞文化嚟滿足基本嘅心理需求。呢一種亞文化雖然可能係有害嘅，但係佢反映咗人類對歸屬感同埋身份認同嘅基本需求。肥胖歧視同埋身體政治嘅問題，揭示咗現代社會對正常性嘅強迫性追求。喺一個高度標準化同埋規範化嘅社會入邊，任何偏離常態嘅存在都可能成為暴力嘅目標。呢一種現象唔單止存在於極端嘅犯罪案件中，亦體現喺日常嘅歧視、排斥同埋微侵犯中。迷信文化喺現代都市中嘅持續存在，反映咗現代化過程中嘅一啲深層問題。快速嘅社會變遷、傳統價值觀嘅崩塌、個體嘅孤獨同埋焦慮，都讓人們渴望尋找某種超越性嘅力量嚟解釋同埋控制自己嘅命運。喺呢種情況之下，迷信文化提供咗一種心理慰藉同埋控制感嘅幻覺，空間嘅政治同埋地理嘅象徵意義，提醒我哋物理環境對人類行為同埋心理狀態嘅重要影響。藍田作為一個被污名化嘅空間，唔單止影響咗居住喺呢一度嘅人們嘅自我認知，亦都影響咗外界對佢哋嘅睇法同態度。呢一種空間不平等係社會不平等嘅重要組成部分。媒體嘅報導同埋社會嘅反應，展現咗現代社會處理極端事件嘅複雜機制。媒體唔僅僅係事實嘅記錄者，更係意義嘅建構者。通過特定嘅報導方式同埋話語策略，媒體參與咗對呢一個案件社會意義嘅創造同埋傳播。呢個案件亦都提醒我哋啦，暴力唔係天生嘅，而係社會建構嘅。佢係多種社會因素交互作用嘅結果。社會不平等、文化偏見、制度失效、價值混亂等，要預防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我哋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呢啲深層嘅社會問題。從人性嘅角度嚟睇，呢個案件展現咗人類行為嘅複雜性同矛盾性。參與暴力嘅同黨成員並唔係天生嘅惡魔，佢哋亦都係社會環境嘅產物。喺唔同嘅環境同條件下，佢哋可能會做出完全唔同嘅選擇。呢種認識並唔係為咗為佢哋嘅行為辯護，而係為咗更好咁理解暴力嘅根源同預防嘅可能性。
劉美英嘅故事亦都提醒我哋，每個人都有責任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同公正嘅社會。我哋需要反思自己嘅偏見同歧視，關注社會嘅邊緣群體，支持嗰啲致力於社會改革嘅努力。只有咁樣，我哋先能夠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最後，呢個案件提醒我哋，喺追求現代化同發展嘅過程中，我哋唔能夠忘記人嘅尊嚴同埋價值。每個人無論其外貌、出身或者社會地位點樣，都應該得到基本嘅尊重同保護。劉美英嘅死亡係一個警鐘，提醒我哋社會仲有好長嘅路要走。藍田童黨虐殺少女案已經過去咗近20年嘅，但係佢所揭示嘅問題同挑戰仍然存在。喺一個日益複雜同多元嘅世界裏邊，我哋需要更加深入咁理解人性嘅複雜性、社會嘅矛盾性同文化嘅多樣性。只有通過呢種理解我哋先至能夠建設一個更加和諧、公正同埋人道嘅社會。呢個案件嘅意義唔在於佢嘅殘酷性，而在於佢所提供嘅反思機會。佢提醒我哋喺現代社會嘅光鮮表面之下，仍然存在住深層嘅問題同埋矛盾。只有正視呢啲問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咁進步同埋發展。劉美英嘅生命雖然被殘酷咁奪走咗，但係佢嘅故事應該成為我哋建設更好社會嘅動力同埋警示。多謝你收睇我哋嘅影片啊！我哋誠意邀請你，千祈唔好走住，繼續睇埋落去先，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嘅說話想同你講。不過講之前都請大家幫一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我哋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呢個 YouTube 頻道。焦點 FM TV 同埋其他子頻道未來將會一直製作更多實用而且具有價值嘅資訊。如果想進一步收睇更多，例如文章專欄、文字新聞同埋線上課程嘅話，請登入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免費註冊成為我哋嘅會員。我哋嘅網站系統每日都會自動向你提醒新嘅重要資訊。你可以睇到我哋嘅網站首頁右上角嘅位置就可以見到登入或者註冊。撳入去你就可以用你嘅電郵地址啦，或者 Google account 或者 Facebook account 去註冊或者登入成為我哋嘅會員。過程只需10秒鐘嘅啫，快捷而且方便。由於我哋將會推出積分系統啊，所以越早登記，未來嘅積分就會越儲越多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仲有啊，去到我哋嘅網站喺首頁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已經開始咗焦點專屬嘅玄學家同埋健康專家名冊。只要入到去就可以一覽無遺所有焦點 FM TV 曾經合作過或者合作緊嘅專家聯絡方法啦。當然啦，其實喺每個專家嘅節目入邊，熒光幕嘅右上角大家都會見到有一啲嘅二維碼喺度嘅。其實大家只要掃一掃，一樣可以入到去每一位專家嘅網站專頁，亦都可以直接睇到佢嘅聯絡方法添。焦點 FM TV 邀請唔同嘅專家免費分享佢哋嘅專業資訊，從來都係承諾不會從中收取佣金嘅，因為我哋希望用最客觀嘅角度去為業界作出推廣，同時亦都對我哋嘅觀眾負上一定嘅責任。2024年嘅8月，我哋舉辦咗5週年嘅台慶網聚活動，參與人數接近200人。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嚟緊嘅8月同埋10月，焦點 FM TV 將會舉辦6週年台慶活動，活動將會分香港場同埋澳門場。今次嘅活動係首次實現港澳同辦嘅歷史性一步。詳情同埋報名方法可以睇返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詳細了解。多謝各位。影片到呢度咧，真正完結啦！麻煩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嘅焦點 FM TV 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多謝支持。